大姐，你准备给姐夫送什么贺礼？无忧，今日你就当长庚师兄的小半个弟子，好好招待来庆贺的诸位高人。这叫什么事？不仅要换长寿为师伯，还得当迎客童子。阐教12金仙，你准备给姐太夫送乙真人什么贺礼？、玉鼎真人、黄龙真人到。我家主人的贺礼已经送到，你不要过来呀！仙子别跑，还请将我的传信玉符转送太乙星君。今日你就当长庚师兄的小半个弟子，好好招待来庆贺的诸位高人。今日是太白大典，道友有话好说。不仅要换长寿为他欺师伯，负兔子，该打！还得当迎客童子。你若再懒，我连你一块打！阐教12金仙，太乙真人、玉鼎真人、黄龙真人到。我来帮你！我家主人敖乙的3D敖丙，在大劫中会被灵珠子转世的哪吒乱拳打死。仙子别跑，还请我刻意不让他俩走得太近，就是担心大劫难赶时，敖乙心中煎熬。倒是没想到他们一见面就不对付。今日是太白大典，道友有话好说。正所欺负兔子，该打！咱们不如学凡人，若再懒，我连你一块打！铁金兰，你们2打1。我来帮你！敖乙的3D敖丙，在大劫中截教会被灵珠外门大弟子子转世的哪吒凌乱拳霄仙打死子。、琼霄仙子，我刻意不让他俩走得太近碧霄仙子到，就是担心大劫难赶时，敖乙心中煎熬。倒是没想到他们一见面就不对付。误会一场。正所谓不打不相识，咱们不如学凡人。水神一都脚金兰这个时辰了，如何还不现身？木工，需要我去何处现身？你都用小号点赞了，还说不知何事？走，跟我去瑶池听风。转生盘超复运转，截教外门大弟子云霄仙子、琼霄仙子、碧霄仙子到。我本是想度化那些无处可归的生灵。让开！转生塔因我教之人而毁，这些精魄只要消散，便会成为我教业障。眼下能救一个是一个。救了又如何？都这个时辰了，精魄最多能撑7日，7日内无法转生，需要我去何处现身？消散。你都用小号点赞了，还说不知何事？转生塔又被毁坏，我去瑶池这些精魄的转生之路已被封死。超复运转，道门此举不过是徒劳。做些什么？我等当即刻回山商议往后事宜，而不是在这里浪费法力。度化那些无处可归的生灵。谛听，这次有多少精魄？这些精魄积累了漫长岁月，大概相当于60个南赡部洲现有人族总和。能救一个是一个。救了又如何？这些精魄最多能撑7日，7日内无法转生，亦会消散。别想了。而今得到转生坛尚未恢复，转生塔又被毁坏，这些精魄的转生之路已被封死。道门此举不过是徒劳，我等当即刻回山商议往后事宜，而不是在这里浪费法力。难道就要背负谛听滔天业障？这次有多少精魄遭殃？这些精魄积累了漫长岁月，大概相当于60个南赡部洲现有人族总和。之威力不及，可6日可还不见我南赡部洲？主人别想着把自己摘干净，功德必深，可别上日后安心修行。便是大劫真的来了，也是能活的。凭什么道门是天地主角？我西方教只是配角。
石勒之师尊，该死，弟子定让西方大兴必死无疑。我等皆要背负滔天业障。3000世界，道门不懈转生塔因我的无垢，咱们就去扎根发展。只要师尊传我修补之法，即可凝聚功德。西方之威，又有教化人族之功。可师尊为何还不见我？主人，别人都想着把自己摘干净，须菩提操控别上来威逼六道，这与天道之术不合。我能做些什么？道门是天地主角，我西方教只是配角。师尊，弟子定让西方大兴。主人，这是西方教的劫，不懈境，你千万不要穿过进去啊！咱们就去扎根发展。是劫还是机？凝聚功德，又有教化人族，都在我一念之间。主人，转生塔被毁，明显是天道出手。二圣若直接干涉，就是对抗天道。操控圣人都解决不了，你何必？这与天道之术不合。我能做些什么？主人，这是西方教的劫，你千万不要穿过进去啊！是劫还是机缘，都在我一念。请师尊传我修补之法。转生塔被毁，明显是天道出手。你可知二圣若直接干涉，就是对抗天道。你再难圣人都解决不了，你何必？弟子知晓。若非如此，师尊何以迟迟不对弟子下令？修补此塔，要靠无垢道心配合，更要弟子以身为引，是吗？你本该继承我衣钵。弟子若不去，生灵涂炭，西方教何以立足天地？何以等来大兴？请师尊传我修补带回灵山。你可知弟子愿去，这一去，你再难回灵山。弟子修之有成，若非去了，师尊何以迟迟不对弟子下令？修补此塔，要靠无垢道心配合，更要弟子以身为引，是吗？你本该继承我衣钵。弟子若不去，生灵涂炭，西方教何以立足天地？何以等来大兴？是师尊将弟子带回灵山，弟子愿去。弟子修道有成，当离去了。终究抵不过天道之意。地藏，你又想干什么？你可是有修补转生塔之法？有。你我定力的仙气已尽，今日放我自由。走吧。地藏，心作你又想干什么？此地这般惨状，都是你西方教所致，真当贫道不敢杀你。有，我与他们不一样。你我定力的仙气已尽。西方教结因圣人之弟子地藏，今日替我教了断因果。望水神念在无辜精魄的份上，准我修复转生塔。走吧。你有几成把握？又需多久？10成把握，片刻光景。惺惺作态，此地这般惨状，都是你西方教所致。转生塔并入6道贫道不敢杀你，不被任何人干涉，只听我与他们不一样。我西方教地藏在此
西方大道誓言缔造，今日替我教了断因果。望水神念在无辜惊魄的份上，准我修复转生塔。你有几成把握？又需多久？10成把握，片刻光景。立誓，转生塔并入6道转生，不被任何人干涉，只听大德后土之命，可好？我西方教缔造，在此立大道誓言。缔造。终得水神一礼，苦也。若让他们看到，我又百口莫辩。燃此道躯，凝此元神，如此融金莲可好？化转生珠。欲证此身，当需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终得水神一力弘誓愿，愿尽让他们来劫，我又百口。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凝此元神，融金莲火，化转生珠。欲证此身，当需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力弘誓愿，愿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信过。师尊，弟子缔造，不负西方。第2转生塔并入6道转生体系后，两边流程同步推进。此前积压的精魄9成8已得转生安置，此河就流于血海，连接6道转生潭和第2转生塔，以作辅助精魄转生之用。但河水还没有取干，请秦将军为这条河起个名字吧。师尊，此河承接天河之水，不负西方，引导精魄前往各自转生之命途。既如此，便叫它3途河，如何？第2转生塔并入6道转生体系后，两边流程同步推进。此前积压的精魄9成8已得转生安置，此河就流于血海，连接6道转生潭和第2转生塔，这么来的，以作辅助精魄转生许多事，但河水还没有取名。请秦将军为这条河起个名字吧。此河承接天河之水，分作3股，引导精魄前往各自转生之命途。他不过是为救西方罢了。便叫他3途河。道友说的对，如何？却也不对。他确实曾屡次出手相助陆家练邪境，干预玉帝立劫身，谣言祭出产劫针，兵发人教树宗3途河。但今日之事，原来6道府的3途河就是这么来的。他牺牲自我的出发点，看来自是因西府教冥冥之中已有，而让他下定这个决心且义无反顾去做的，还是心底的那一份悲悯。
要说这地藏也是个人物，看来竟甘愿以肉身修补转生塔，并不只是为了调拨他不过是为救西西方罢了。这仙子看出来了，道友说的对，西方教藏污纳垢。他确实曾屡次出手，相助陆压炼混在一群云木之中，干预玉帝力竭身。但这次谣言既出，产西方损失了这般弟子，兵发人教数只剩些酒囊饭袋。但今日之事终究是远远超过了他的底线。话虽如此，他牺牲自我的西方教也不可小视。因西方教第二转生塔，而让他下定这个决心且义无反顾去做的，可天道依然会给西方教心气那一份悲悯。天道气运，你如此感慨，便是引导生灵朝着天地稳固的方向发展。他日紫霄宫中商议封神劫难时，西方教也就多了几分。被仙子看出来了，西方教藏污纳垢，我实不忍。也是想通这层如一颗珍珠混在一群云木之中。西方教图谋第二转生，但这次妄造杀孽，西方损失了这般惩罚。但天道为大兴西方，自是要给西方教留下后路。话虽如此，后路。西方教也不可小觑。第二转生塔虽已由大德后土管辖，可天道依然会给西方教这份气运。天道气运，便是引导生灵朝着天地稳固的方向发展。他日紫霄宫中商议封神劫难时，西方教也就多了几分话语权。可惜我肉身已毁，此生也是想通这层，我才明悟。西方教图谋第二转生，妄造杀孽，稍后来找我必须受到惩罚。怎么还没来？但天道为大兴西方，自是要给西方教留下后路，而这后路就是地藏。啊！要不要本神兽耳听众生，帮你解解闷儿？先说好，本神兽可不是回来当你坐骑的，咱们这可没有嫌弃。我要是看上你个好人家，可是直接要搞他。如果你要喊我两声大爷，那我就勉为其难陪你一阵儿。可惜我肉身已毁，找你的邪教圣出去升塔。你看看，你看看。不过水神这家伙，说好现在也是给天道老爷办事的，多少有点身份。韩阳呢？气度呢？哟，寂寞了。别磨刀，你这我真走了，信不信？我就给水神大人当坐骑，信不信？众生，帮你解解闷。不然你别动手。本神兽可不是回来当你坐骑的，咱们现在没有嫌弃。我要是看上哪个好人家，可是直接要走他。如果你要喊我两声大爷，那我就勉为其难陪你。滚，找你的截教圣母去。你看看，你看看，邪了是不是？看来许多事现在也是给天道老爷办事的，多少有点身份。这位将军如何称呼？气度呢？吾既为天庭柱石，今日南州又恰逢晴天，大人当坐骑，你信不信？吾这句化身便叫晴天柱。我给你讲讲好故事啊，主人。好名字。这些天我忙前忙后，天道是该表示表示。功德金身，我来呀！看来还来，冥冥之中有着。这位将军如何称呼？吾既为天庭柱石，又欠着。今日南州又恰逢真没无良了。吾这句化身便叫是。天柱。这必定是天道老爷给小神的鞭策。这几天我忙前忙后，天道是该表示。天道老爷为何要扣你功德？金身，秦将军，这怎么能是扣？这是天道老爷的恩德。老爷告诉我，功德金身不是那么容易凝成的，哪怕是想要一点微薄的安全感，也必要经过天道的重重考验。这重重考验更不是长庚师弟跟咱们不同，否则天道老爷又怎会独独给长庚师弟这般疼爱？是，大师兄说的有理，唯有长庚，这必定是天道老爷给小神的鞭策。讲个笑话，天道大公无私。天道老爷为何要扣你功德？秦将军，这怎么能是扣？这是天道老爷的恩德。老爷告诉我，功德金身不是那么容易凝成的，
哪怕是想要一点微薄的安全感，也必要经过天道重重考验。这重重考验更凸显长庚师弟跟咱们不同。不过，否则天道老爷又怎会独独给长庚师弟这般恩爱？长庚师弟心系国荒诸事，唯有长庚，为天庭唯有长庚矣。讲个笑话，听说师弟才能出众，天道大公还在天庭身兼数职。不好！是何职位？贫道最近修炼，倒是未曾听闻。玉帝，你乱捧什么哏？封神毕竟还在4世300嫦娥总教习一职，不必过分忧虑。听说广寒宫内，多谢老哥宽慰。不过，哎呀，贫道不该在云霄师妹面前提这个。天庭也有天庭自罚3杯，自罚3杯。长庚师弟心系国荒诸事，真不愧为天庭群臣。听说师弟才能出众，还在天庭身兼数职。穆公啊，第2转生塔之事，长庚爱卿出力不少。不好！他的神位是何职位？是不是该提一提？贫道最新修炼，倒是未曾听闻。以上就是我誓言的全部内容。若我有半句虚言，你乱捧什么哏？天道赐下警示，4世300嫦娥总教习一职。听说广寒宫内美女如雨，好像是玉帝陛下要给我贫道不该在云霄师妹面前提这个。自罚3杯，自罚3杯。怎么天庭到这个时候，我与你无冤无仇？塔前辈，塔前辈！崔好我，没听见啊！第2转生塔之事，长庚爱卿出力不少，他的神位是不是该提一提？诸位听我解释，我真的是冤枉的。以上就是我誓言的全部内容。若我有半句虚言，天道赐下警示。星子，我就知道你懂我。后天好像是玉帝陛下要给我封赏，本就是这才引发了天道感应。他喜欢去听手看舞，怎么偏偏到这个时候？我并不会因此责怪他。塔前辈，塔前辈，谁喊我？没听见啊？没听见。接受他这般行为。你们邪教弟子岂能受这般委屈？听我解释，我真的是冤枉的。天子，你也太顽皮了吧！以后还能不能一起愉快的玩耍了？星子，我就知道你懂我。后天生灵7情6欲重一些，本就是常理。你们说，通天师叔和尊提师叔斗法，到底谁赢了？此前就知晓之事。那还用说？我并不会因此失肯定是师尊赢了。当真？这还能有假？多宝师兄此前去混沌海时，便从那里残留的胶种痕迹看出，咱们邪教弟子岂能受这般委屈？要说这个，我可就不对了。天子，你也太顽皮了吧！以后还能不能一起愉快的玩耍了？劈手，就是劈手！你们说，通天师叔和尊提师叔斗法，二教主有7宝妙术与加持神杵在手，说此番对战通天教主，肯定是2教主赢。当真？通天教主连法宝都这还能有假？二教主无论是赢是输，此前去混沌海时，便从那里残留的胶种痕迹看出，准提师叔所有的弓箭圣人之事，岂容我们智慧？要说这个，我可就不醉了。此番转生塔之战，我教虽折损了地藏，平手，但也自有其他益处。你们都给我好生修炼，不可妄动。是。肯定是师尊赢了。二教主有7宝妙术与加持神杵在手，此番对战通天教主，肯定是2教主赢。我们这便回了。可通天教主连法宝都没用，二教主无论是赢是输，都要落人话。快给各位师兄师姐分了吧。下次我还是叮嘱大哥一声，不要轻易有人论我。是师兄。按你的话来说，转生塔之战，不太稳健。我教虽折损了地藏，但也自有其他益处。又打趣我，你们都给我好生修炼，不可妄动。是。肯定是师尊赢了。大徒弟来了。
好像有事今体日多谢行动。你招待，我们这便回了。这里面是解酒药，快给各位师兄师姐分了吧。下次我还是叮嘱大哥一声，莫要轻易引动我。按你的话来说，不太稳健。仙子又打趣我，你怎么知道为兄要来？不对，太极图在你这儿，你所见都是幻觉，贫道此身不过虚也。打扰，告辞。大徒弟来了，好像有事体行动。侬真当自家偷偷叫跑出宇都城，就好瞒过太清老爷了？有啥事体直接讲就好了呀。近来玄都城诸事平稳，为兄便出城溜达溜达。听说你本该接功的，却被天雷劈了。这才几天就窜到玄都城去了。你怎么知道我方为兄要来？圣人以下最强战力，竟然到处旅游听太八卦。极不在你这儿，你所见都是幻觉，贫道此身不过虚也。打扰，告辞。师兄莫怪，这雷云并非此前的天法。想来若是陛下侬真当自家偷偷叫跑出宇都城，就好瞒过太清老爷了？有啥事体直接讲今日就好吾赵了呀仲。卿商议为水神提神位一事，近来玄都城诸事平稳，为兄便出城溜达溜达。陛下，听说你本该接功的，在何种情况下都可苟安一时，不如封为苟胜。这才几天就窜到玄都城去了，尚未成圣。而且我方圣人以下最强战力，竟然到处旅游听八卦。水神向来把稳健挂在嘴边，不如封为稳神。师兄莫怪，这雷云并非此前的天法。当真是想来若是陛下在与人商议，不过为兄叮嘱你一句，你这身功德可用来祭炼法宝。今日吾赵仲卿商议为水神提神位一事，仲卿有何良策？这是为何？陛下，功德金身水神行乃事稳妥，功德圆满的象征，在何种情况下都可苟安一时，不如封为苟胜。不妥不妥，教主哥哥尚未成圣，不如封为四海大龙神。陛下，话虽如此，水神但向来把凡事稳健皆有两挂在嘴边面。功德金身虽神能护灭，却也会令你与天道的关联更加紧密，甚甚至至是挨得劈了你，都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天道影响。你这身功德可用来祭炼法宝，八成是道祖，但莫要太执着于天道金身。师兄，难道道祖这是为何？并非全然遵照天文功德金金身乃功德圆满的象征，导致师傅更有护体之功效。究竟是天道还是道祖？师傅，你也莫想太多。奇缘道友能转生一回，但凡事皆有枯叶凋零。功德金身虽能护灭，却也会令你与天道的关联更加紧密，甚至你的道都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天道影响。长寿，压住你功德的路，注定要跟天道一争，而非天道。但如何争，争多少？道祖行事并非全然遵照天道意志，一切随心。那导致师父之死的幕后道而行，自然随道，方还是道始终。师父，谢师兄教诲，长寿。你也莫想太多。奇缘道友能转生，再过几十年，总好过化作枯叶凋零。师父本在解州，这雷光比之前还要浓。长寿，天意并非无法，看来有喜事。你走的路，注定要跟天道一争。众卿听令，但如何争，争多少，由你即日起，封长庚爱卿为一切随心，与道而行，自然随意。太白金星。谢师兄教诲，长寿铭记于心。再过几十年，我就指点不了你了。这雷光比之前还要浓，究竟是何时开始转动的？长寿，是早在若干年前，我自称长庚道人之时。不，众卿听令，在我执意要以长寿作为道号之时，封长庚爱卿为。在我来到这个洪荒世界之时，
太白金星。从李长寿到长庚道人，我做的每一件事都照着一个人的安排，照着既定轨迹发展。你的道号还是要叫长寿。命运的齿轮究竟是何时开始转动的？是早在若干年前，我自称长庚道人之时？不，还不知，也许是更久以前。海神道号是在我执意要以长寿作为道号之时，或者长庚来到这个洪荒世界之时。从李长寿到长庚道人，我做的每一件事都照着一个人的安排，照着既定轨迹发展。那无形的力量一直伴随左右。你的道号还是要叫长寿。是，我的因果在变动。宗门的这场大战并不可能。还不知海神道号无法一个去领长庚办。长寿，你杀了他！弟子李长寿拜见太清老师。学得第二件事情建立观礼，那无形的力量一直伴随左右。若想靠近转身，这不是法术，必须先破释被发现的。我的因果在变动，想起来了，一切都想起来。这个人就是长庚师弟。长庚师弟，无法转身。长庚。长庚道友，长寿，早在读经期前时，我便已察觉，我就是太乙金星李长庚。拜见太清，并没有影响我对今后情势的判断。学会儒教，我观去明术法，将所有关于太白金星的记忆全部封禁。若想靠近转身塔，必须先破了神威法心到太白金星4字，这部分记忆才会自行解封。想起来了，一切都想起来了。这个人就是长庚师弟。长庚师弟。兜兜转转，原来长庚道友，我早已身在局中。早在读金星节时，我便已察觉，我就是太白金星李长庚。为避免影响我对今后情势的判断，稳健行事，我利用自然术法，将所有关于太白金星的记忆全部封禁。我一听到太白金星4字，这部分记忆才会自行解封。做的七情化身出问题了。转生塔出事时，我只能引动七情之力，兜兜转转，强开转生盘威力。原来，而今风波虽平，七情之力却近乎耗尽。若不尽快将他们送往苏氏转生，以人族生灵之力滋养，怕是很快就会消散。七情与万灵不同，若他们去转生，是转成7人还是1人？七情心境不全，若各自转生，日后便会成长为7个性格偏执之人，且随时有情绪失衡的可能。水神大人，最好还是转生成1人，互相之间可以均衡。如此，便得请圣母出手，塑造一个能够容纳七情的完美道具，强开转生盘威力。而今风波虽平，七情之力却近乎耗尽。长寿，若不尽快将他们送往苏氏转生，以人族生灵之力滋养，经破时，怕是很快就会消散。看到些碎片。七情与万灵不同，若他们去转生，是转成7人长庚还是1人？七情心境不全，奇缘道友的各自转生，可在此日后定会成长为7个性格偏执之人，且随时有情绪失衡的可能。最好还是转生成1人，互相之间可以均衡。如此，便得请圣母出手，塑造一个能够容纳七情的完美道具。长寿，多谢你了，长寿。长寿。接你师父精魄时，不小心看到些碎片。前辈，还是换我长庚吧。奇缘道友的精魄可在此地。大德后土可说过想要哪般形貌？您这还没定制。
然。这手法，这速度，洪荒老手艺了。捏出的成品必定巧夺天工。这般如何？除了人那7个精魄，大德后土可说过想要哪般形貌？您这还能定制？自然。喂，12315吗？我要举报，这里有诈骗。颇为和谐。我再为他加一点戏法。这手法，这速度，洪荒老手艺了。捏出的成品必定巧夺天工。这般如何？竹林化生，捏土造人，圣人手段果真非凡。喂，12315吗？我要举报，这里有诈骗。人族星族颇为和谐，从这样一个小小的泥人演化而来。我再为他加一点细节。而人族靠着不屈的意志，铸就今日之辉煌。人族不息，薪火相传，便是如此。竹林化生，待七情化作转生之灵，融入这先天胎盘中，你便可将其置于女子身前，令其受孕。当然，男子也可。不过需压抑体内阳刚气息，便是从这样一个小小的女人演化而来。多谢娘娘造化人族，小神这便从七情去转，靠着不屈的意志，待你忙完大劫之事，莫忘了我此前所说的500。薪火相传，便是如此。500。娘娘放心，我定为您完成500页画作。待七情化作转生之灵，融入这先天胎盘中，我说的是来这圣武宫，你便可画上500女子身前，令其受孕。500年。当然，男子也可。不过需压抑体内阳刚气息，以免孕胎不稳。多谢娘娘造化，小神这便送七情去转生。七情此去只为修复法力，故而得避开忘忧汤，跳脱生死簿。此事为转生塔可为。娘娘放心，我定为您完成500页画作。如此寻思，未免太小瞧贫道。莫忘了，我说的是来这圣武宫，贫道当初可是以水神所言一事，将生灵一视同仁，500年。而今贫道这转生塔主之位，恰在水神之前，他无法再对贫道发号施令。那真是不巧，陛下刚封我为太白金星，这神位不多不少。七情此去只为修复法力，故而得避开忘忧汤，跳脱生死簿。此事转生塔主地藏听命，开启转生塔，将七情化为转生之灵。如此寻思，未免太小瞧贫道。莫忘了，贫道当初可是以水神所待我安置好其余生灵一视同仁，处事不为各方所动。而今贫道这转生塔主之位，两位别生气，水神之前，我家主人就是这样脾气，他无法再对贫道发号施令。那真是不巧，陛下刚封我为太白金星，这神位不多不少，争来争去，你我倒成了共事之人。若此前并非立场对立，该多好！我不过是水神手下败将，听命，开启转生塔，也只是将七情化为转生之灵。残生。你跃入转生塔时，心中安然，没有丝毫动摇。此非寻常先生造作命。待我安置好其余精魄，自会出手。完了，主人又要被水神。两位别生气，我家主人就是这样脾气。水神的喊了，还请你们多担待。称我一声长庚就是。师弟，套路敲打他，关系惺惺相惜。争来争去，你我倒成了共事之人。长庚谬赞。若此前并非立场对立，手中的上策，该多好！
多少有些身不由己。我不过是水神手下败将，并非权位主事。如今在此，也只是苟延残喘，了此残生。亦有为巫族气运之考虑。你跃入转生塔时，目中安然，你亦没有丝毫动摇。方才以陈未长先生所能做到，再次给你致歉，值得我敬佩。我只想为大德后土做点事，望你能理解。完了，主人又要被水神碾压了。套路二，你也别水神的喊了，奉上，激发称我一声长庚就是。果然，主人又被套路了。拉近关系，后土大德，贫道怎敢自比？先前是与你志气，贫道不过是师尊手中的上策，哪怕被天道上有些身不由己，并非你我同担此责就是。大德后土生化6道转生盘，亦有为巫族气运之考虑，但这并不能否认其大德。你亦欲擒故纵，方才以纯为压抑，再次给你致歉。我家傻主人我只想为大德后土做点事，了还帮着数钱。套路二，高帽奉上，激发同理心。果然，若不论彼此立场，又被套路了。水神后土大德也是个值得结交之人。先前是与你置气，我自会完成此事，哪怕被天道惩罚。你我同担此责就是。套路3，欲擒故纵，以退为进。我家傻主人呐，你都快被卖了，七星之灵已融入先天胎盘，这果然是个好心事。就是有些天真。你打算将七星转往彼此立场？为兄多逗留几日，以免你做事多结交之人。不要不想太让人光，等些他请老爷挂起来，我不句好话未帮侬讲。这师兄果然是闲得无聊。不过现成的大腿，不抱白不抱。多谢师兄相助。如今人族气运会于商部落，生灵之力凝郁，对七星恢复最为严重。七星之力只是商部落先天胎盘，由孔宣道友所制。弟子果然是个好心人。师兄就是有些天真，可否亲自出面？你打算将七星转往护有七星？为兄多逗留几日，以免你做事。不过老师怪罪起来，不要不想太让人光。帮我说几句好话。他请老爷挂起来，我不句好话未帮侬讲。这师兄果然是闲得无聊。不过现成的大腿，不抱白不抱。多谢师兄相助。如今人族气运会于商部落，生灵之力凝郁，对七星恢复最为严重。西方教许只是商部落在何处？有孔宣道友所。转生塔为何会并入6道府？诸位，师兄而今大教主的弟子可否亲自出面，已成为转生塔护佑七星？有这份气运支撑，善。西方教距离大兴已然不远。你可要帮我说几句好话。该给修罗族的地位、名望，自会如数兑现。可那件宝物呢？二教主亲口答应我，要归还给我修罗一族。为此，我们不仅献上了一位殿下，还容忍老祖的佩剑原图阿比留在灵山。哦，西方教许诺给我们的气运在何处？本女王作为转生塔为何会并入6道府？在2位教主面前也算说得上话。而今大教主的弟子地藏，或许成为转生塔美言几句。有这份气运支撑，西方教距离大兴。二教主既然答应了我的，想来应当不会食言。该给修罗族的地位、名望，自会。本女王还是劝你们莫要多求。如今能容得下修罗族的地方，二教主亲口答应过要归还给我修罗一族。为此，我们不仅献上了一位殿下，还容忍老祖的佩剑原图阿比留在灵山。大人回禀的消息。哦，哪般宝物？本女王作为凶兽统领，在2位教主面前也算说得上话。告诉殿下，若你们告知于我，或许我能为你们美言几句。不必。二教主既然答应了我的，想来应当不会食言。本女王还是劝你们莫要多求。如今能容得下修罗族的地方可不多。这是二教主赏你们，此行不虚。这里便是商部落。又给了个能找水神大人回禀的消息。
想为七情找一对怎样的道理？西方教果然信不得。我从未经历过凡告诉殿下，俗情爱，随时撤离灵山，我们得准备后手。师弟觉得呢？我哪敢打啊！这里便是商部轮了。想为七情找一对怎样的道理？我从未经历过凡俗情爱，师弟觉得呢？我哪敢打啊！我也喜欢小兔子。那我给你做一个。兔子哪有老虎威风？都这样了，你还凶我？不能全都要吗？当然可以。我喜欢你，你可以做我们的母亲吗？我也喜欢小兔子。那我给你做一个。兔子哪有老虎威风？看来他们已做出了这样了，你还凶日后我？便要麻烦孔宣道友不能全都要吗？有本座照看，一切放心。我喜欢你。此间事了，你可以贫道做我们的母也该回亲吗？玄都城了。这便要走了吗？贫道也该回玄都城了。这便要走了吗？师兄倒是想留，但苦于没有借口。水神大人，属下查到，西方圣人有修罗族的宝物，那宝物是看来他们已做出了查清了。日后奴家最便要近麻烦孔四处宣道友奔波，多多留身心意。疲乏。若是能有大法师的新骨子聊以慰藉，定能助水神大人查清西方教都搜罗了什么宝物。得，这可是催款来了。这便要走了吗？谷子确实没了，贫道也该回玄都城了。不过，师兄刚从玄都城回来，这便你要走了吗？啊！师兄倒是想多谢留，水神大人成全。但苦于没有借口。这一时间，奴家还有些查到了。稍后我会请师兄过来坐坐。西感动的眼泪往肚子里流，莫要洒出来了。那宝物是何？奴家家遵命。奴家最近四处奔波，身心疲乏。若是能有大法师的新骨子聊以慰藉，你我再见也不知要到何时。定能助水神大人查清西方教都搜罗了什么宝物。善，得，这可是催款来了。我可否一同谷子确实没了，一同来便是。师兄刚从玄都城回来，你想不想接？同去，这怎么行？多谢水神大人成全。这一时间，奴家还有些害羞了呢。稍后我会请师兄过来坐坐。感动的眼泪往肚子里流，莫要洒出来了。奴家家遵命。爹呲呲，恶心心。师兄，
你我再见也不知要到何时，不如去海神庙喝上一杯，这可是咱们人教的贵客。我可否一同前去？文静也在啊，一同来便是。长庚可有一门好文静可是咱人教最高级，同去，附身在小黄毛身上，也是为方便传讯。你怎么就秃了嘴了？要收啦！今日所见，切莫传出，这是长庚费心安排的算计。放心就是。这眼神，这语气，杀气不对劲，很不对劲。莫要失礼，这可是咱们人教的贵客。文静也在啊。是，文静可是咱人教最高级。我去下厨附身在小黄毛身上，也是为方便传讯。你怎么就秃了嘴了？今日所见，切莫传出，这是长庚费心安排的算计。是在下一盘大棋呢。拉倒吧，放心就是。还一盘大棋，大徒弟在其他方面那姿势是没得挑，唯独道理的事儿上，那脑袋跟缺根筋似的不灵了。很不对劲。一门心思就晓得修道修道，有好几趟特别眼眼就跟大道同化特了。还好老爷那一拉回来了。师兄，哟，我去下厨做几样小菜。老爷让他去扩展人教势力，还说不能收徒，眼瞅着就是让他找个道理。他倒好，麻溜的人去威胁月老去了，说不定硬插杠子管人教道成的姻缘事儿。拉倒吧，给老爷气得哭笑不得。大徒弟在其他方面那资质是没得挑，唯独道理的事儿上，那脑袋跟缺根筋似的不灵了。一门心思就晓得修道修41支血纹。有好几趟，特别眼眼就跟大道同化特了。道友此时不能说话吗？还好老爷那一拉回来能的。哟，只是水神叮嘱过，奴家身份特殊，不能轻易向外人透露。孔宣道友乃长庚前辈，亦是我为数不多的好友之一。硬插杠子管人教道成的姻缘事儿，你且说便是。给老爷气得哭笑不得的。其实也就是奴家化形时生的貌美了些。41支血纹，水神大人觉得奴家的姿色配得上服侍大法师，道友此时不能说话吗？便让奴家入了人教。能的。是，只是水神叮嘱过，这么回事。奴家身份特殊，此事若是真的，不能轻易向外人透露。我便要说一说长庚了。孔宣道友乃长庚前辈，怎可随意招揽跟脚不？亦是我为数不多的好友之一，岂不是坏了太清圣人的名声？水神招揽奴家是太清圣人点过头的，您难道是要质疑太清圣人吗？再说了，其实也就是奴家化形时生的貌美了些。若我是跟大人觉得奴家的姿色配得上服侍大法师，您又该如何论家入了人教？是哇，这么回事。好强的攻击性！此事若是真的，好激烈的战况，我便要说一说长庚了。那个，怎可随意招揽跟脚不明的女子？孔宣道友非道门弟子，坏了太清圣人的却是石凤之后，水神招揽奴家是太清圣人点过头的。您难道是要质疑太清圣人吗？师兄，你这个裁判怎么还穿黑哨？您连阴阳归属都还未定，若我是根脚不明的女子，那您又该如何论定呢？哇，好强的攻击性，好激烈的战况。那个。文静啊，孔宣道友非道门弟子，却是始凤之后，天地间有数的大能。你不可这般无礼。虽知道法师是拿奴家当自家人，但奴家还是有些伤心。你这个裁判怎么还穿黑哨？可别让文静太受打击，不肯再为人教办事了吧？您可要多赠奴家些大法师的骨子，安抚奴家受伤的心灵。哎。这就自我调理好了吗？
水神，虽知大法师是拿奴家当自家人，但奴家还是有些伤心。什么情况？可别让文景太受打击，母亲肯再为人教办事了吗？神威，如今您可要多赠奴家些大法师的骨子，安抚奴家受伤的心灵。哎，这就自我调理好了吗？孤阳不长，但孔宣道友乃先天生灵，本无繁衍之事，故无自身之语。属阴属阳，自不与后天生灵相同。此事关乎凤族，孔宣道友还是要三思而行。我想听的，其实只是你母亲曾命我重振凤族神威，如今也到了我择定自身阴阳归属的时候。师兄你，虽孤阴不生，好孤阳不长，但孔宣道友乃先天生灵。师兄当真不明白，孔宣道友为何独独问你吗？属阴属阳，莫非孔宣道友对我相同？有些非道友的想法。孔宣道友，师兄还是要三思而行。哦，那就好。我想听的不只是孔宣道友，其实只是这两位对师兄希望我如何抉择，都早已不是非道友这么简单。师兄你，好直啊！阴阳所属，男女共济。师兄当真不明白，孔宣道友为何独独问你吗？莫非孔宣道友对为兄有些非道友的想法？为兄搞定。师兄您多虑了。哦，那就好。怎么有种落荒而逃的感觉？不只是孔宣道友，大劫在即，是这两位对师兄，弟子认为都早已不是非道友这么简单。在3000世界部署万年的不朽神国了。不朽神国，加快宣扬我教教义，汲取众生念力。 3000世界，诸多仙道势力盘根错节，须得将他们一并收归，真正让3000世界统一成我教的不朽圣国。届时，3000世界的气运尽归我教。紫霄公义封神在即，为保我教便能多几分筹码。弟子认为，是时候收拢我教。 在3000世界部署万年的不朽神国了，得赶紧通知水神大师。不朽神国，加快宣扬我教教义，汲取众生念力。3000世界，不朽神国背靠西方教，盘根愚弄3000世界民众，须得将他们让他们不是生产，只是参拜，让3000世界以便为西方教源源不断收敛功德。 旱灾荒年，届时3000世界的气运尽归我教。紫霄公义封神时，我教便能多几分筹码。好一个西方教，好一个不朽神国！不朽神国的消息，此等毒瘤必须尽快铲除。但是陛下，不朽神国在3000世界已部署万年，天庭恐难与之正面对抗。 不朽神国背靠西方教，愚弄3000世界民众，让他们不是生产。西方教既然隐于不朽神国以便为西方教源源不断收灵功，也可调动3000世界各方势力，旱灾荒年，组建反不朽神国仙道势力联盟，借助3000世界自有的力量，从内部对不朽神国发起冲击。好一个西方教！就依长庚爱卿所言，好一个不朽神国，组建仙盟。 此等毒瘤，如要组建仙盟，尽快铲除，就要先从一个产业遍及5部洲与3000世界，在3000世界洪荒颇具影响力的神秘组织入手，恐难与之正面对抗。而这个组织就是长庚爱卿，是否已有良策？小神以为，西方教既然隐于不朽神国幕后，天庭也可调动3000世界各方势力，组建反不朽神国仙道势力联盟。 借助3000世界自有的力量，从内部对不朽神国发起冲击。孙子，你可想死奶奶了！就依长庚爱卿所言，
组建仙盟。奶奶，水神与如要组建仙盟，您别就要先从一个产业遍及五部洲与3000世界、洪荒颇具影响力的神秘组织入原手。是有贵客登门，而这个组织就是水神今日前来，具体所谓何事？老夫人快人快语，我便也不兜圈子。敢问老夫人，天涯阁可愿为天庭做事？奶奶，哎呦，我的大孙子，你可想死奶奶了！老夫人是在担心水神与天庭合作会令天涯阁陷入险境。天涯阁消息还算灵通，天庭多番与西方教争运，早就势同水火。天涯阁若掺杂前来，难保不会两相受害。便老夫人快人快语，天庭与西方教，我便也不兜圈子，方都不想站队。敢问老夫人，天涯阁可愿为天庭做事？老夫人其实说错了。哦，虽然老夫人不愿参与势力纷争，但天涯阁作为3000世界最大的仙道势力，势必会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与天庭老夫人当真觉得会令天涯阁陷入险境，能独善其身吗？天涯阁消息还算灵通，老夫人若真想保全卞氏家族与天涯阁，早就应该在大劫之前。天涯阁若掺杂其间，阁主，难保不会两相受害。不修神国的人在秘境外闹事，我们就快拦不住了。这是天庭与西方教，他哪方都不想站队。这话老夫人其实说错了。我们多番奉上信件与法宝，虽然老夫人不愿参与势力纷争，但天涯阁作为3000世界最大的仙道势力，如此瞧不上不朽神国，会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不讲情面。老夫人当真觉得天涯阁能独善其身吗？诚如水神所言，天涯阁已被卷入大教之争，但就应该在大劫之前尽早做出决断。阁主，不好了！我与秦将军愿助天涯阁从不朽神国之祸中全身而退。只凭你们2人？不，我们多番奉上信件与法宝，求见天涯阁主，天涯阁却屡屡怠慢。既然天涯阁如此瞧不上不朽神国，就别怪我们不讲情面。诚如水神所言，天涯阁已被卷入大教之争，但应付你们这帮鼠辈，为何要选择阁主大驾？水神所谓的一人足矣，愿助天涯阁就是让我孙儿去迎战。之祸中全身而退，一炷香。只凭你们2人？不，一个人，一炷香，足矣。这可是太上老君亲自炼制，玄都大法师亲手赠予的法宝。上！你就是天涯阁的化石人，应付你们这帮鼠辈，我有敌意。这里需要阁主大驾，就会点燃其体内业障。水神所谓的一人足矣，就是让我孙儿去迎战。一炷香。太上老君亲自炼制，玄都大法师亲手赠予的法宝。也不知大法师会不会责怪？我为自保，竟将这宝物用在了自家面前，这法宝就会点燃其体内业障。看起纨绔子弟了，倒是像模像样。有一种可能，这才是之中的本面目。一人在明处挑衅，就暗中主使，道友，倒真是高明。高明？什么人？是把水神大帝的手法全看到了。是有大法师会不会责怪？我为自保，你确定贫道所说的道友用在了自家门前？
好个变装，范起纨绔子弟了，倒是像模像样。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才是二师兄的颜面呢？不能放过！一人在明处侥幸，出暗中水火，道友当真是高明。什么？是又怎样？不厉害吧？你确定贫道所说的道友是你？这还能看出我并非主使。这位姑娘，是敌是友，你不要紧吧？别挡道！金伞的傻子，不能放过！这位姑娘，你不要紧吧？别挡道！金伞的傻子！无味无喜，唯有枯萎的草地和暴毙的教众才能证明他的毒曾经存在过，真正做到了杀人于无形之间。姑娘放心，贫道不会害你。贫道以为女子乃是世间最美好的存在，不朽神国这帮家伙竟不识好歹，对天涯阁中如此处处刁难，贫道岂能坐视不管？喂，你谁呀你？天涯阁的人不想活了，快去旁边歇着。刚才只顾着杀人，倒是忘了自报姓名。贫道截教九龙才能证明他的毒曾经存在过，真正做到了杀人于无形之间。我的通信方式常聊哦，姑娘放心，贫道不会害你。他就是吕月。贫道以为女子乃是世间最美好的期间便可杀不朽神国这帮家伙竟不识好歹，竟然是这么一个对天涯阁中女子处处刁难。吕贫道岂能坐视不管？你谁呀？再说一遍。好吧，欺负我们天涯阁的人，这还有不想活了。人间有我。姐姐，快去旁边歇着。水神之计当真高明。刚才只顾着杀人，保我这天涯阁一时，却保不住一世。截教九龙岛。不朽神国向来虚伪至极，先礼后兵，我的通信方式更是其一贯的行事作风。多年来，倘若有拒绝与他们合作之人，都会遭到报复。封神演义，我们虽已看到了天庭的诚意，瞬息间便可杀千百长生仙的瘟神。老夫人，竟然是这么一个火花使者。天涯阁风格遭到大妖进攻，老夫人。要我看，火红20处天涯阁风格遭到袭击。不朽神国的人前脚刚走，后处大妖就来了。这儿还有个人间真是厉害手段。老夫人，水神之计当我既真高说过明，会护天涯阁周全，但你可保我这天涯阁一一时，却保不住一世啊！不朽神国向来虚伪至极，先礼后兵，更是其一贯的行事作风。多年来，倘若有拒绝与他们合作之人，都会遭到报复。不朽神国仙道势力联盟常驻长老，天庭的诚意，截教赵公明在此，还不束手就擒！虎步州天涯阁风格遭到大妖进攻，老夫人。火红反20处不朽神国仙道势力联盟常驻长老，国的人前脚阐教元始天尊座下就来了。太乙真人真是厉害手段。玉鼎真人，老夫人，我既说过会护天涯阁周前来驰援，便绝不会食言。反不朽神国仙道势力联盟天庭副使四海大将军敖乙前来助阵。不朽神国仙道势力联盟常驻长老，截教赵公明在此。反不朽神国仙道势力联盟，便是由我所创，简称仙盟。就在刚才，我启动了不荒内的诸多豪盟常驻长老，阵，阐教元始天尊座下，太乙真人，凭水神这般人脉，玉鼎真人，来日仙盟必定与不朽神国一争高下。前来驰援。
反不朽神国仙道势力联盟，天庭副使，四海大将军敖乙，前来助阵。仙盟已颇具雏形，反不朽神国仙道势力联盟，共商反制不朽神国祭祀。实不相瞒，还望反不朽神国仙道势力联盟，便是由我所创，简称仙盟。就在刚才，我请动了洪荒内的诸多好友前来助阵。原是云霄师姐的老熟人。凭水神这般人脉实力，来日仙盟必可与不朽神国一争高下。自是极好。所有欺负女子之人，都该死！仙盟已颇具雏形，3日后我将召开仙盟大会，共商反制不朽神国祭祀，还望老夫人亲临。我到此地部署一切的是何方高人？原是云霄师姐高调宣布加入仙盟之后，绿月师兄精于天世界中，何不加入仙盟？越来越多的势力与我共抗不朽神国。自是极好。各路英雄豪杰纷纷赴约仙盟。所有欺负女子之人，都该死！都该死！哎呦，这不是我们太白金星吗？太乙师兄就别吵我了。质疑还没凝成呢，那不早晚的事儿。诸位，今日我们相聚在此，细数不朽神国罪责。继天涯罪高调宣布加入愚弄民众，致使凡人不是生产，只是参拜。3000世界恶殍满地，各路英雄豪杰罪2纷纷赴约，勾结大妖，欺压并吞并仙道势力，致使大量仙门宗毁人亡。罪3，不朽神国之人不远千里，自五部洲赶赴3000世界。这不是我们太白金星吗？为的正是度化世间精魄。质疑还没凝成，何错之有？那不早晚的事。道有此言差矣。诸位3000世界少有今日我们相聚在此，为何自仙盟出力，便争斗不断？罪1，愚弄民众，致使凡人不是生产，只是参拜。3000世界恶殍满地，仙盟未必是秉公持正之流，欺压并吞并仙道势力，致使大量仙门宗毁人亡，有心之人利益。罪3，不朽神国之人不远千里，自五部洲赶赴3000世界，等真实，为的正是度化世间精魄。和须菩提唱唱说何错之有？要不是我知晓内情，道有此言差矣。过去了。3000世界少有战火，燃灯副教主为何自仙盟出力，是发人深省，争斗不断。今日有诸位道友见证，长庚欲推举一位大公无私、品德高尚的大人，担任仙盟盟主之位。仙盟未必是秉公持正，虽是截教外门大弟子，天道来此地，正是因担忧我阐教弟子被有心之人利用。老弟的功名老道友亦何苦惧仙盟淫威之下？黄龙师兄道友所言，等真实。仙盟盟主之位，非我其上说谎了还？要不是我知晓内情，那还真被他们唬过去了。怎么突然开始喝茶了？什么情况？燃灯副教主之言，若燃灯副教主发人深省，能担此重任，今日有诸位道友再合适不过。长庚欲推举一位大公无私、品德高尚的大人，担任仙盟盟主之位。论辈分，我虽是截教外门大弟子，长庚师姐，你认真的？但论交情，我可是长庚老弟的功名。仙盟在燃灯副教主的带领下，定能拔除不朽神国，护佑天地众生。今日贫道不朽神国罪行累累，有燃灯副教主这般质朴高洁的大人，断不会与之相交吧？怎么突然开始喝茶了？水神连让我说话都不敢吗？话不投机半句多，副教主我能担此重任，那简直再合适不过。水神莫急，仙盟盟主之位，贫道应下。燃灯副教主高义，快请入座。长庚师弟，你认真的？自然。
此番仙盟在冉登副教主的带领下，定能拔除不朽神国，让诸位认清护佑天地众生。今日贫道不朽神国罪行累累，如冉登副教主这般品行高洁的大人，断不会与之相交吧？怎么，水神连让我说话都不敢吗？话不投机半句多，冉登盟主为他求让你妖言惑众，便让他说就是。水神莫急，今日贫道现身，仙盟盟主求和而来，贫道应下了。贫道不敢奢求冉登副教主高义，但请你们想想，天庭组建仙盟，只是为了伸张正义，无外乎是多些气给须菩提一个开口的机会，让诸位认清不朽神国之龌龊。是大义和秩序，这就白起盟主的大义在凡人，须菩提一唱一和，而秩序能称霸一方的，谁敢说不亏私德？天庭必有苍生，已有准备。岂会冉登盟主为他求情，便让他说就是。诸位还不知，今日贫道席卷洪荒的大劫，便由玉帝发起。贫道不敢奢求诸位原谅。他没有来到3000世纪，但请你们想想，灭掉我不朽神国后，组建仙盟，又会对谁为了伸张正义？无外乎是多些气运、功德。贫道可代表不朽神国。历史不再扩张，是大义和秩序，只求与诸位能够联合起来，抵制天庭，能称霸一方的，谁敢说不亏私德？不朽神国绑定，天庭必有苍生，对立面岂会轻举战端？诸位还不知，而今席卷洪荒的大劫，便由玉帝发起。现在他们又来到3000世纪，待灭掉我不朽神国后，又会对谁出手？你说天庭只占凡人一方，实在荒谬。诸位，可否听到一遍？代表不朽神国，水神这么快不再扩张，就想好了如何只求与诸位能够联合起来，抵制天庭。刚才我家长庚可没打断你，将仙道势力与不朽神国绑定。当初西方教金蝉打破海影封印，引发海难，是这位华将军以身殉海，平息灾祸，而他便是玉帝陛下在漫长岁月中凝成的唯一功德精神。吴昊天继为玉帝，你说天庭只占凡人一方，实在荒谬。这一月为诸位，可否听我一遍？也为包括诸位在内的苍生，就想好了如何天庭所立秩序，是让强者不可凌弱。刚才我诸位并未像不朽神国那般涂炭生灵，天庭岂会为难？当初西方教金蝉，若诸位仍有顾虑，引发海难，我也可承诺，是这位华将军绝不追究，以身殉海，只要今后向善。皆是天庭认可，便是玉帝陛下在漫长岁月中凝成的唯一功德精神。在于五部洲大仙宗，吴昊天确实是弱者，既为玉帝，关照普罗众生，我等也是个平时故。这一月，为道愿追随天庭，为仙盟效力，也为包括诸位在内的苍生效力。天庭所立秩序，是让强者不可凌弱。辩论，诸位并未像不朽神国那般涂炭生灵，真是不长记性。天庭岂会为难？我怎么看着须菩提没有？若诸位仍有顾虑，倒像是我也可承诺，过往之事绝不追究。只要今后向善，皆是天庭认可的仙盟一员。贫道还备了一份厚礼，在于五部洲大仙宗，确实是弱者，天庭关照普罗众生，会场外围怎么有这么多凶手？他们想干什么？厚礼马上送到，仙盟效力。今日有1人死在会场，为仙盟效力，威信全无。看你还怎么争！好巧，我也有2份厚礼，第1份应该到了。西方教真是不长记性。我怎么看着须菩提没有半分失落，倒像是早有预料。水神当真好口才！不朽神国数千凶手，欲以大阵轰击仙盟会场。不过走之前，现已派兵清剿。贫道还备了一份厚礼。说什么巧合？险些被这老刀蛊惑！不朽神国根本没打算放过我等。会场外围怎么有这么多凶手？他们想干什么？厚礼马上送到。今日有1人死在会场，仙盟威信全无。看你还怎么争！好巧，我也有2份厚礼。第1份应该到了。
不朽神国数千凶兽欲以大阵轰击仙盟会场，现已派兵清剿。说什么小子？西方教圣人弟子须菩提，维护不朽神国，残害生灵，其罪。还有第二步后的，即日起将须菩提列为天庭追捕之敌，发布洪荒通缉令。天意执掌洪荒，道有此番，可是想与天庭作对？天庭算什么东西？我想来便来，想去便去，你能奈我何？有朱邪灵天剑镇守五方天庭，道友连门都进不去，也只能在这逞口舌之快。天庭小儿焉敢放肆！若我凤雏气运不凋，洪荒难忍天庭的位置。大界中被燃灯是为坐骑的羽翼仙，他与可能重归了西方。龙族现在只剩你们这些废物了，难怪会成为天庭的走狗。只要我想，天地之间任我来去。天庭尊天意执掌洪荒，你等着！道有此番，可是想与天庭作对？这傻鸟口才挺快。天庭算什么东西？我想来便来，想去便去。你能奈我何？有天道之力，有朱邪灵天剑镇守五方天庭，道友连门都进不去，也只能在这逞口舌之快。燃灯盟主，为防仙盟日后被以其滔天之力，天庭不参与仙盟的位置，只行监察之权。故我不入会场，是在云上看着。愿仙盟昌盛，护道威武。只要我想，天地之间任我来去。天庭小儿，你等着！这傻鸟口才挺快。先让须菩提给逃了。有天道之力锁定，须菩提不敢轻易出去挑事。天庭特使，仙盟盟主，地位高低一目了然。为防仙盟日后被以其滔天之力，天庭不参与仙盟运转，只行监察之权。仙盟在民，故我不入会场，做起事是在云上看束手束脚。愿仙盟昌盛，护道威武。生有暗示。白先生智谋无双，正可在幕后筹谋，而明面还需值得信任之人配合。没什么比破天荒一脉更合适的。还以为长庚会弄巧成拙，没想到。天庭特使与星盟盟主，地位高低一目了然。长庚这拳拿得稳当。仙盟在明，不过做起事来多少有些束手答应，也太爽快了。是时候培养一股暗示。既然你不愿见我，白先生智谋无双，正可在幕后筹谋，而明面还需值得信任之人配合。水神大人，没什么比破天荒一脉更合适的。战书已下，告诉水神，
不过明日午时，我会从南天门入天庭，一路去的广寒宫，一请恒娥仙子芳泽。那我便去3000世界找你。哼！金翅大鹏分明把天庭当作成名的台阶，若真被他闯到广寒宫，天庭名声必会受损。天庭出事了！金翅大鹏鸟的急速，恐怕只在当年那妖石鲲鹏之下。陛下，老臣觉得咱们应当在南天门布下重兵，不可让金翅大鹏强冲天庭。不错，这金翅大鹏鸟自寻死路，告诉水神，不就成全了？明日午时，我会从南天门入天庭。不过金翅大鹏一路去的广寒宫，稳妥一请恒娥仙子芳泽。还是先知会轩哥姐一声。哼！金翅大鹏分明把天庭当作成名的台阶，挑衅天庭。若真被他闯到广寒宫，天庭名声必会受损。跟着西坊教四处金翅大鹏鸟的急速，恐怕只在当年那妖石鲲鹏之下。你心中，陛下有凤。老臣觉得，咱们应当在南天门布下重兵，不可让金翅大鹏强冲天庭。当年母亲点化神禽，这金翅大鹏鸟自寻收入凤族，不就成全了？后来凤族凋零。金鹏扬言要在天地间立威，不过金翅大鹏出身凤族，随本座教化人族，稳妥起见，以母亲精血点化还需先知会轩哥姐一声。本座当他有什么本事？原来依附他人，金鹏投靠西提着凤族声威了，信天庭。本座已当凤族没有他这号人，跟着西坊教四处指示，没有他这个三弟气运。本座倒想问问你回去告诉玉帝，你心中天庭随意处置，还有凤族，不必念本座情面。道友以为，即便道友该如何处置，我也不能真的照做。打杀了就是。凤族本就人丁当年母亲点化神禽，听孔宣道友说话，将本座与分明还惦记着凤族。即使随后来凤族凋零，金鹏扬言要在天地间立威，不肯随本座教化人族，以母亲精血点化飞禽。本座当他有什么本事？原来依附他人，便算提振凤族声威了吗？本座已当凤族没有他这号人。本座也没有他这个三弟。你回去告诉玉帝，天庭随意处置。师兄，不必念本座情面。刚收到白先生传信，即便道友这么说，说有近10个势力要归入凌天殿。凤族本就人丁凋零，白先生竟然这么快就将凌天殿搞得风生水起，分明还惦记着金鹏。即使随天庭处置，为了尽早抵达你我追寻的彼岸，请凌天殿圣女。师兄，刚收到白先生传信，说有近10个势力要归入凌天殿。白先生竟然这么快就进入凌天殿，妥妥的魔教即视感啊！还有突然新增的圣女，除了能起到一个造型上的作用，还能做何？为了尽早抵达你我追寻的彼岸，好像凌天殿圣女改换服化道，纠正错误思想，回归正经剑宗路。接下来，凌天殿只需蛰伏暗处，配合仙门，逐步撼动不朽神国，妥妥的魔教即视感啊！还有突然新增的圣女，除了能起到一个造型上的作用，还能做何？在我的之间，改换服化道，纠正错误思想，回归正经剑宗。水神对金鹏道友出言不逊，凌天殿只需蛰伏暗处，贫道都替金鹏道友气愤。逐步撼动不朽神。明日我便要让水神知道，蜷缩在天庭中也休想安稳。那天庭我尽出如无。哼！不朽神国乃以天庭之首。若我能借金鹏打算天庭声望，也算扳回一局。回到灵山，我要向师尊交代。
神对金鹏道的出言不逊，如此猖狂，贫道都替金鹏道有气。大鹏明日也要让水神知道，蜷缩在天庭中也休想安稳。那天庭会尽出无物。不朽神国乃以天庭之手，若我能借金鹏大损天庭声望，也算扳回一局。回到灵山，我也好向师尊交代。据传，诛邪凌天剑是玉帝以功德炼天经，能自行分辨擅闯天庭之人，威力甚大，连金仙都能重伤。结果不过如此。颤抖吧，天庭！收工，收工！起来，都起来！都起来！哥，你拖慢诛邪灵天剑运作，放金翅大鹏入天庭，就不怕助长他的气焰？据传，诛邪灵天剑是玉帝以功德炼成，能自行分辨擅闯天庭之人，威力甚大，连金仙都能重伤。今日若能一签衡额方子，才潇洒离去。三界浪子为无凤，金翅大鹏传英名。收工，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闭嘴！长哥，你就是诛邪灵天剑运作，修为不错，金翅大鹏入天庭，配与我交手，就不怕助长他的气焰？陛下，成长的疼痛，自行去。我已安排好了，让他痛彻心扉之日。今日若能一签衡额方则，才潇洒离去。三界浪子为无凤，金翅大鹏传英名。金翅大鹏也算洪荒神器，竟连太阴星君一击都挡不住。星君不愧为人皇之后，你就是恒河仙子，修为不错，配与我交手。殿下，剐了还是燃了？保他。我已安排这小鸟修为让他痛彻心扉。殿下为何让水神放他入太阴星，还亲自动手？他跟水神较劲，就拿主人当菜头。有人说，亲自教训一顿才解气。我堂堂凤族金翅大鹏，竟被你们如此戏耍！金翅大鹏也算洪荒神器，竟连太阴星君一击都挡不住。其心意，星君不愧为人皇之后。长庚爱卿此计甚妙，敢在我的地盘放肆！殿下，剐了还是燃了？煲汤。你醒了。玉兔，你说这小鸟修为平平，悉听尊便。殿下为何让水神放他入太阴星，便收还亲你当坐骑？自动手？他跟水神较劲，我给你讲讲就拿主人当人菜头。教坐骑的12条基本守则。要亲自教训一顿背才解气。弃圣旨。堂堂凤之族金翅大鹏，竟被你们如此戏耍，死无葬身之地，你绝不能坐骑。让水神出来！有目不可雕，自投罗网。长庚爱卿此计甚妙，你擅闯天庭，暗袭太阴星，罪当百死，何敢猖狂？若被遭了偷袭，你醒了，一较量，我未必会输给你。要杀要剐，你既执迷不悟，水神大人不同你计较，便收你当坐骑。我给你讲讲人教坐骑的12条基本守则：一，背骑乘时，当飞行。我堂堂始凤之子，突然前行，就算从这跳下去，死无葬身之地，也绝不当坐骑。让水神出来较量，我未必会输给你。有目不可雕，你既执迷不悟，我便成全你。孽畜！你擅闯天庭，暗袭太阴星，罪当百死，何敢猖狂？若被遭了偷袭，一较量，水神都没费力，他就中计。你既执迷不悟，我便成全想
想以阵法困住我，我凤族数万年底蕴，破你这区区小镇根本不在话下。不行，1对1较量，我未必会输给你。你既执迷不悟，我便成全你。这傻子，水神都没费力，他就中计。想以阵法困住我，凤族数万年底蕴，破你这区区小镇根本不在话下。找到了，生门。悟了吗？每每以为寻到出路，结果却是回到原点。希望燃起，又转瞬被泯灭。心智遭受这般折磨，生门才知雷霆天火不过小法，幽冥深域，犹一回地。念在凤族旧友情面，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凤族旧友，孔雀，是孔雀吗？你悟了吗？想一想，你迷路了吗？每每以为寻到出路，结果却是回到原点。希望燃起，又转瞬被抹灭。孔雀。心智遭受这般搓磨，母亲的3滴精血才知雷霆天火不过小法。我金翅大鹏，幽冥深天地间最快的生灵，犹一回地，便一定要走出不同的路。你爱死念在凤族旧友情面，闯出祸来，别我再给你收尸。凤族旧友，不要你管。孔雀，是孔雀吗？啊！3弟，孔雀，想一想。依附他人便算铁镇凤族声威了吗？不肯随本座教化人族，以母亲精血点化飞禽，跟着西坊教四处惹事，败坏凤族气运。你自己去洪荒吧。你心中母亲的3滴还有凤族。我金翅大鹏既是天地间最快的生灵，你一定要走出不同的路。当初我一意孤行，你爱死哪就死哪，只为证明我能振兴凤族。闯出祸来，可这些年别指望我给你收尸。我早已迷失，不要你管。我生有急速，却无人告诉我该飞往何处。孔雀，也没人告诉我，依附他人便算铁镇凤族声威了吗？不肯随本座教化人族，以母亲精血点化飞禽。金鹏城一时意气，投奔西坊教，败坏凤族气，天庭为敌。你心中金鹏之还有凤族？迷途知返，浪子归心。知错能改，我错了。善莫大焉。当初我一意孤行，只为证明这是太我能振上老君兴凤族。亲自为你炼制的。可这些年来，脚环我早已迷失。带上这金镯，你的急速自此有是界有急速，不带金镯，却无人告诉我该飞往何处。难替孔宣前辈分担苦难。告诉我，金鹏，该你做什么？自己选。我愿为凤族延续气运，效力天庭。同城一时意气，投奔西坊教，与天庭为敌。金鹏知错，水神今日点醒金鹏。迷途知返，浪子金鹏想拜归心水神为师，知错报能改，答水神。善莫大焉。轩哥姐是我师兄好友，这是太上老君亲自为你炼制的，拜我为师，脚环辈分不就乱套了？带上这金镯合适吧？你的水神老急速自此师在上有了界限，请受弟子不带一拜。金镯，难替孔宣前辈分担苦难。金鹏，你自己选。我愿为凤族延续气运，效力当天。这是孔雀亲口所说，百死不愿。理论上来说，确实是他亲口所说。只不过水神今日点醒金鹏，录音的基本原理。金鹏想拜水神为师，还有以报答水神。刚刚孔雀的声音也有些停顿，轩哥姐是我这又是为什么？好友，你是他弟，
拜我为师，辈分不就乱套了？印鉴条件有限，传输戒指受损。水神老师在上，话不同步，受弟子一拜。正常。弟子明白了，一定是孔雀嘴上想说重话，心中又实在不忍。老师，百般犹豫才吐露心声，当真是孔雀亲口所说吗？果然还是有我这个兄弟的。理论上来说，确实是他亲口所说，只不过我略微懂一些录音的基本原理。是吗？还有，先给金鹏预设一个成为坐骑的糟糕未来，再以阵法消磨其心智。最终将其收服。印鉴条件有限，天庭也添了一员大将。音画不同步。水神这攻心之计，竟是一箭双雕。吾看长庚爱卿布置的困境也相当不错，一定是孔雀嘴上想说重话，心中又实在不忍，百般犹豫才吐露心声。他心里，陛下果然还是有我这个兄弟的。陛下三思。何罪至此啊！是吗？陛下三思。先给金鹏预设一个成为坐骑的糟糕未来，再以阵法消磨其心智，最终将其收服。天庭也添了一员大将。水神这攻心之计，竟是一箭双雕。吾看长庚爱卿布置的困阵也相当不错。须菩提挑拨金翅大鹏，不如将他保留。天庭不成，作为一道反而让那金翅大鹏被天庭收服，如何？自己也暴露了躲藏之处。陛下，这个废物不必呀！陛下三思。二教主息怒，何罪至此啊？须菩提虽被通缉在外，但并未返回灵山求援。如此一来，事情仍有转机。他若没有这点悟性，也不配做我弟子。说吧，你有什么主意？血海那朵红莲，不是即将现世？二教主，须菩提挑拨金翅大鹏，往后须菩提天庭不成，反而让那金翅大鹏被天庭收服，自己也暴露了躲藏之处。这个废物！二教主息怒。须菩提虽被通缉在外，但并未返回灵山求援。如此一来，事情仍有转机。他若没有这点悟性，也不配做我弟子。说吧，你有什么主意？血海那朵红莲，不是即将现世？白莲，往后须菩提手头之事，交给你了。属下遵命。快，继续传令，有圣来！师兄来天庭，何不提前派人知会一声？贫道的西坊教，于天庭眼中早已不值一提，何敢当玉帝陛下这声师兄？快，击鼓传令，有圣来！弟子长庚见过真题圣人，圣人莫怪，小神刚刚收服了这金鹏，师兄来天庭才来得迟了，何不提前派人知会一声？贫道的西坊教，于天庭眼中早已不值一提，何敢当玉帝陛下这声师兄？这是你真题师叔，不可失了礼数啊！陛下，刚才真题圣人既亲口否认了紫霄宫的邪道身份，小神看上去也许，原是如此。水神和陛下一唱一和，贫道并非此。弟子长庚见过真题圣人，你无缘无故对我圣人莫怪，小神刚刚收服了这金鹏，这才来得迟了。天庭秉持天道之意，掌管洪荒，小神更得陛下所授先斩后奏之权。须菩提公然支持残害众生的不朽神国，这是你真题师叔。小神下令通缉此等歹人，
何错之有？陛下，刚才真提圣人既亲口否认了紫霄宫中学到的根脚，天道定下的小神再生师叔是子虚乌有。原是如此。那日现身之人，你未眼明其真实在，如何知道并非此？实不相瞒，当时小神道经内对我西方弟子须菩提下通经，各位猜怎么着？是何意啊？天庭秉持天道之意，这竟是小神的老师。天地间最强陛下所受先斩后奏之权，那道运须菩提公然支持残害众生的不朽神国，此小神下令通缉此等歹人。何错之有？这分明是7个字。还是说真提圣人刚才还说天道认下的罪责，天道定下的罪责，小神就不能说75？你若真提圣人觉得我在说谎，那日现身之人，可去太清观质问。如何知他便是须菩提？实不相瞒，当时小神道经内出现一缕道西方，各位猜怎么着？一个交代。怎么着？这竟是小神的老师。天地间最强圣人给小神的提醒，那道运凝成了5个大字，此子正是须菩提。又想搞什么鬼？这分明是7个字。真提圣人刚才还说天道认下的罪责，此乃修罗族先祖，小神就不能说75。7年，冥河老祖若真提圣人觉得我在说谎，手持阿鼻，可去太清观质问，在洪荒内4处残害生灵。为天道所不容。后幸有玄都失职，极大的后土连氏，就用天法之机，这才将其击毙。不过冥河老祖此前留有后手，他自斩12匹业火红莲，并将4枚红莲莲子散入洪荒中体，以待来日。又想搞什么鬼？若莲子在血海生根，吸取足够多的业障。此乃修罗族先祖红莲，冥河老祖。7年复生。冥河老祖欲以杀阵尊提圣人今日手持阿鼻，原图2把利刃，在洪荒内4处残害生灵，手中恰为天道所不容。后幸有玄都失职，极大的后土联手，意味着就有天罚之机，这才将其击毙。即将成熟。不过，冥河老祖死前留有后手，他自斩12匹业火红莲，并将4枚红莲莲子散入洪荒，以待来日。若莲子在血海生根，吸取足够多的业障，这枚莲子凝成12就是文静此前所说的冥河老祖牵制修罗族之物。红莲现世，真提圣人必将生灵涂炭。莫非望天庭早日出兵血海，引到手中恰取一枚。真提会这么好心来提醒天庭？这枚莲子今日散去了灵力，意味着其余莲子中，你不去我不去，总会有人去。说不去就不去，能去也不去。兔前辈，好嘞，想躺平。何止是见过呀？大徒弟领咱俩跟冥河那老小子干仗呢，你还指不定搁哪干猫着呢。这枚莲子就是文静此前所说的西方教用牵制修罗族之物。红莲现世，对了，必将生灵。听闻有一枚莲子，望天庭早日出兵血海。如今大劫来临，邪教业障缠身，却无镇压教运之法。你不去我不去，总会有人去。说不去就不去，能去也不去。好嘞，想躺平。去！阐教众弟子听令，务必夺得红莲，不得有误。是。为了正义。对了，听闻有一枚莲子，邪教众弟子听令，务必夺得红莲。大劫来临，如有贻误战机者，定斩不饶。且无镇压教运之法。阐教众弟子听令，务必夺得红莲，不得有误。是。邪教众弟子听令，务必夺得红莲。如
有贻误战机者，定斩不饶。是。